梁指导啊，就是说我对您是非常好奇的，因为咱们阿西链真的是很棒，然后作为一个技术流的话，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像这样的主链是真金不怕火焰的。然后呢，据说呢，当时您是一个人写出了它第一版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是吗？不是我写的，是阿西是这样的，阿西是在16年开始是单清风，他自己一个人写的，我算是后来的加入成他的帮手。这个阿西的第一版的代码都是单清风自己一个人写的，不是我写的。那您是怎样加入到这个团队的呢？就当时你们在沟通的时候，您是怎么动心的？其实我跟清风很早就认识了，我们是14年就认识了，我们是以前公司的同事，所以我们当时相处的也非常不错。然后在16年的时候，清风说他想开始这个阿西的项目，后来我发现这个项目不错，也参与了一些早期的一些社区的，包括技术的支持或建设等等。然后去年的时候，我就说，那我，全部全力加入到阿西里，然后去做这个项目事情，是这样子。您自己对阿西，包括区块链，就是说，首先您对区块链这一块肯定有很深的研究，然后特别是在经过这1年多的时间，那您现在对整个区块链技术这一块的感悟是什么？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具体有什么问题呢？关于技术的感悟，这个问题有点大。就是说，您现在是怎么看待整个区块链的这个领域的？怎么看区块链技术吧？首先，第一就是，区块链技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但是可能没有说像我们现在所有很多人去认为的，区块链技术会重新定义一切，我觉得这个是很难的。我觉得区块链技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最后的形式肯定是说去支持实际的应用场景和业务，而不仅仅是现在目前只用于一个游戏这个环节，或者是仅仅用于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的是炒币，这个是肯定这条路肯定是不长久的。那区块链技术它的一个特点就包括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等等。那它这些特点可能是适用于一些类似于物流啊、存证啊或者金融交易对账的一些具体的业务场景，它可能并不适用于全部的场景。对，我们觉得是，就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就区块链技术它有很多自己适合的场景，然后在这些适合的场景里面的话，区块链技术是可以发挥它很大的作用的。对。那就是说，区块链的技术，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技术啊，它肯定会也存在一些痛点。就是说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或者咱们本身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不会那么完美。您觉得整个在区块链技术这一块是在哪一块是整个技术在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去迭代的，或者说需要再去优化的，或者说现在有些什么痛点是咱们没有跨过去的？现在我们大家最谈论的可能就是区块链的性能问题，因为你像比特币的性能一开始，它作为一个系统的话，它是支持每秒7笔交易。那这样的话，比特币它就是很难以去适用于日常的这个支付场景。那所以说后来的话是包括诞生了闪电网络，或者是有 BCH 的他们的那个大区块的解决方案。但这样的话是提高比特币的性能。然后比特币之后的话，你包括以太坊或者 EOS 它是天天号称自己是百万性能嘛，那其实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它背后肯定是有一些那个营销的成分在里边。所以说性能也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区块链技术怎么去应用的问题。区块链技术它和以前的技术一个不同的特点就是它有一个叫 token 的一个激励机制在里边。所以说我们可能不，我们如果想使用区块链到我们的应用场景的话，可能不光是说我技术上解决什么问题，我还是需要去考虑说，我是不是需要一个类似于token， 我们国内翻译叫通证嘛，或者是叫代币。那这个代币怎么在这个整个业务场景里去流通？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传统的行业的人，他们跨过来之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的障碍吧。就是其实你后来发现，技术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解决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对。那现在在我们这个主链就链圈这一块啊，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基于在链上去做一些这种应用的落地和开发。那咱们这个阿西在这一块，就是这些开发人员的这一块，有一些自己的什么计划，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战略部署吗？现在其实公链很多啊。关于公链来说，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就是，谁赢得了生态，谁就会成为最后的赢家。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在开发者这个方面也是做的有一些计划，还有一些已经做的事情。那已经做的事情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完善文档，包括今天也和雷分网这边的合作，做一个黑客马拉松，也就是为了推广阿西这个技术的普及，去让
开发者能很好的参与过来。那后面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先说我们的目的，再说我们的做法。我们的目的相当于就是降低区块链开发的门槛，让更多的开发者或企业或项目可以接入到区块链上来。那我们现在已经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使用的 JavaScript 的语言，这个语言是非常流行的，可能也比较好学，人才也比较充足。那但是只有这个是不够的，就是你怎么去推广你自己这个平台的技术。那我们后面的话，包括我们今年会有一个还会继续进行类似于这个黑客马拉松的活动，还有一些开发大赛，然后吸引开发者过来参与，也有非常丰厚的奖品过来。然后的话就是我们会在线下和线上都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技术支持。我们希望开发者遇到问题能够非常容易的把他们的问题抛出来，然后我们也能看见，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对，一个是生态的建设，一个是开发者降低开发者门槛的问题，主要分这2方面。好的，我们叫创客马拉松。创客马拉松。创客马拉松，那咱们阿西本身在咱们这个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里头啊，就是说可能3年或者说接下来有一些什么大的部署嘛？就除了在对创业者的这一块可能会更接地气一些，就本身咱们这条主链。明白。是这样的，就是阿西我们的规划其实是一个多链加跨链的技术架构。那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呢，就是说就先说目前状态。目前的话是每个区块链他们项目之间是相互隔离的。那我们在5月27号也开了一个跨链发布会，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和比特币之间的一个跨链互通，也就是比特币的资产可以接入到阿西链上来使用，也可以在阿西链的应用里面去使用。那后面的话，我们会继续支持包括比特币以外的其他的公链，包括以太坊、包括 ERC20、包括 EOS 等这些项目的就跨链的一个操作跨链的一个协议的实现吧。我们认为的未来肯定是区块链不同的公链之间，他们肯定是信息可以互通的，而不是现在目前各个一个信息的孤岛，我一条链你一条链，你有一个业务你一条链，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肯定是不可持久的。所以说跨链加多链，这个是我们目前未来的阿西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您能说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些小故事吗？比如说现在有没有因为阿西或者说因为区块链，然后您的其他的获得一些什么人生感悟啊，或者说职场的一些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您也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啊。我很单纯的。看出来了。说故事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我就说一下我加入到阿西以后的一些感悟吧。其实你像我是13年北京邮电大学物理学硕士毕业的。其实我的专业并不是那个计算机相关。我毕业以后去了国企或去了其他的公司，主要做一些运维的工作。那些工作也不错，但是也是技术相关。但是那其他以前的工作呢，可能过得就比较平淡一点。就是我们可能传统行业，但是我自从去年加入到阿西之后，发现每天生活过得非常精彩，特别多的活动，特别多的事情，然后区块链这个世界，包括区块链这些技术都非常的有吸引力。对，如果我没有加入阿西或者没有加入到区块链行业的话，我现在有可能还在机房里加班或怎么样呢？您觉得区块链的整个未来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您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区块链未来的发展，我就先说我知道的技术这一块吧。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就是区块链第一，它也是我刚刚说的，它肯定是会脱离目前这个每个公司一条或者每个项目一条主链的情况。以后的话，区块链它肯定会有一些就类似于我们以前那个思科诞生之后把路由器把不同的局域网连接起来一样的这种跨链协议的出现。这个相当于就是多链加跨链的这种。就区块链之间的互通，形成一个真正的价值互联网这个网络，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第二一个就是我感觉区块链技术它今年开始正在逐渐的渗透到很多的行业。你包括去年的时候我们谈区块链项目，可能更多的是谈怎么发币、怎么做游戏、怎么卖装备这些东西，或者怎么去挖矿。但今年的话，我接触的很多项目，他们包括就是可能很多是实际的项目，实体的产业，包括服装业、物流业，他们都过来去跟我们对接，说我们看去怎么去用这个区块链技术。所以说我感觉今年开始，就是以前的传统的行业可能已经开始逐步去迈入说，使用区块链技术去解决我们自己的这些问题了。这主要是2个方面。好，非常感谢梁指导，谢谢，谢谢，好棒，来。